同学们好，下面我们学习中医问诊之问经带和问小儿。由于这两部分涉及到妇科和儿科的问诊，我们仅做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问经带，即问妇女的月经和带下。月经是发育成熟的女子有规律的周期性包宫出血。月经通常从期、量、色、质4个方面来描述。期是指的月经周期，女子月经初潮的时间是13到15岁，绝经期是49岁左右。对于成熟的女子来讲，月经周期从2个方面来描述，一个是月经周期，一个是行经期。正常的月经周期是28加减7天为一个月经周期，28加7为35天，减7为21天。也就是说，当月经周期在21到35天之间，都属于正常的月经周期。正常的行经期通常是3到5天，最长不超过7天。量是指月经的量，正常的月经量适中，通常在50到100毫升左右。色是指月经的颜色，正常的月经血是稍微的暗红色，又称为正红色。质即月经的质地，所以正常的月经血质地是不稀不稠不夹杂血块的。如果月经在期、量、色、质上面表现出异常，称为月经不调。在问妇女月经时，通常要问月经的周期、行经的天数、经量、经色、经质，有无闭经、痛经等等表现。必要时要询问末次月经的日期、初潮或者是绝经的年龄。月经不调主要介绍以下4种，即经期异常、经量异常、经色、经质异常以及痛经等。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经期异常。经期异常主要有月经先期、月经后期以及经期错乱3种。月经先期是指经期常常提前7天以上，通常提前8到9天。月经先期与气虚、血热、肝郁、阴虚火旺有关。月经后期是指经期经常推迟7天以上，通常推迟8到9天。月经后期与血虚、阳虚、气滞血瘀、寒凝血瘀有关。经期错乱是指月经或提前或推后，经期不定。经期错乱通常与肝气郁结、脾肾虚损和淤血阻滞有关。经量的异常主要有月经过多、月经过少、崩漏和闭经4种。月经过多是指月经量比以前明显增多，周期基本正常。月经过多通常是血热、气虚和血瘀的表现。月经过少是指月经量明显少于正常，经期基本正常。月经过少通常是血虚、肾气虚、寒凝、淤血、痰湿阻滞有关。崩漏是指的非行经期阴道内大量出血或持续下血，淋漓不断。崩漏与血热、脾肾气虚、淤血阻滞有关。闭经是指女子年满18岁尚未出潮，或者已经行经又停经3个月以上，没有受孕者，就称为闭经。闭经与气血亏虚、肝肾不足、气滞血瘀、寒凝、痰湿阻滞有关。经色、经质的异常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如果月经颜色淡红，质地比较稀薄，与血虚有关。如果月经颜色深红，质地比较稠厚，与血热有关。如果月经颜色紫暗，较有血块，常常兼有小腹疼痛，这与寒凝血瘀有关。最后我们来讲痛经。痛经是指在经期或者是月经前或者月经后出现周期性的小腹疼痛或痛隐腰底甚至剧痛难忍的症状。
经前或者经期小腹的胀痛或刺痛、剧按，这与气滞血瘀有关；小腹灼热疼痛、剧按，平时带下黄稠臭秽，这与湿热郁结有关；小腹冷痛、遇暖则减，这与阳虚寒淋有关；经行后期或者是经后小腹隐痛、空痛，这与气血不足、气血亏虚有关。下面我们还介绍一下带下。带下是指的正常情况下面，妇女阴道内有少量无色无臭的分泌物。问带下主要是要询问带下的量、色、质和气味。带下的异常主要有以下3种：白带、黄带和赤白带。白带是指的带下色白而量多，窒息如涕，淋漓不绝，它通常是脾肾阳虚、寒湿下注所引起的病变。黄带是指的带下色黄质黏，而且很臭秽，通常是湿热下注所导致的。赤白带是指的白带中间夹有少量的血液，赤白杂见，这是肝经淤热或者湿热下注所导致的。以上是问经带的内容。最后一个就是问小儿的部分，我们简单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小儿的生理特点主要是脏腑娇嫩，生机蓬勃，发育很迅速，所以相应的小儿的病理的特点是发病较快，变化较多，易虚易实，易寒易热。问小儿的时候，主要的内容包括小儿出生前后的情况、预防接种及传染病史，以及容易导致小儿致病的原因等等。问新生儿的疾病时，我们应该询问母亲妊娠期与产褥期营养健康的状况，有何疾病，曾服何种药物，分娩时是否足月、难产以及早产。婴幼儿的问诊，我们应该注意询问的重点是询问喂养的方法，以及婴儿的坐、爬、立、走、出牙、学语的迟早的情况。6个月到5周岁，应该注意询问预防接种是否曾经患过传染病或者某些接触史。容易导致小儿致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由于小儿脏腑娇嫩，抵抗力比较弱，所以小孩容易受到外邪侵犯，易患外感病。小儿脾胃娇嫩，消化力比较差，所以比较容易出现呕吐、腹泻的病变。小儿神志发育还不完善，所以也比较容易受到惊吓。以上是问小儿所需要注意的一些内容。至此，问诊的内容全部讲解完毕。本章主要讲述了问诊的意义和方法、问诊的内容以及问现在症的内容。问诊是了解病情、诊查疾病的重要方法，在4诊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医诊断的原则是4诊合参，所以问诊还需要结合其他的3种诊断方法，才能准确诊断疾病。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学习4诊之万诊的方法。同学们，下次课再见。